次收到罗拉密斯的邀请呢，要来跟你们分享他们家烛光聚焦底妆系列的新品，包含有这个气垫提亮笔，还有亮彩饼。那其实罗拉密斯呢，一直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专柜品牌之一。我觉得他们家的底妆系列也算还蛮有名的，像是妆前乳啊、隔离，甚至是底妆到蜜粉，就是还蛮多人在挑专柜底妆的首选。那其实除了底妆之外啊，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人重视底妆上的质感，不只是就是粉底或者是气垫、粉饼等等挑选，大家会比较着重在一些修容打亮的部分，让你的妆感可以更加提升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就是合作影片不只是介绍一些产品资讯，还可以分享一些彩妆的教学或是我的小经验分享。今天会打算利用他们家的打亮产品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打亮小技巧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关于打亮，第一个要知道的小技巧呢，我认为不是打亮产品本身，而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打底。就像你盖房子，就是你必须要有很稳的地基，你刚刚盖上去的房子才会很稳、很扎实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一个干净、薄透、保湿的底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就是如果你的底妆颜色不对，或者是妆感太重、厚重，或者是不适合你，让你看起来灰灰的，你的打亮产品再怎么漂亮，再怎么有光泽，其实都是没有用的。所以呢，第一个步骤就是建议大家先选好妆前乳。那我今天用的会是他们家的焕颜凝露保湿型，我的影片中出现非常多次，就是他们家的焕颜凝露。那真的很建议大家可以去试看看，因为他们有针对不同的肤质做出很多不同类型的妆前乳。那使用方式很简单，你就是将它挤在手上，然后大概一个花生米大小，你就可以均匀的涂抹在全脸，让它就是有一层薄薄的保护膜，然后有保湿效果就可以了。接下来粉底部分呢，使用的是烛光聚焦粉底液，那它总共有出到12个颜色，我觉得选择还蛮多的。然后它也有一些比较偏深的肤色，所以如果你本身不是那么白，觉得很难找粉底的话，我觉得还蛮建议大家可以去逛逛看试色的。那我今天用的颜色是 CREME， 比较偏白的肤色。那它挤出来的质地呢，你会觉得好像粉底液，但是推开来之后呢，其实会觉得它还蛮水润的，是因为它有添加了精油成分，所以它的滋润度跟保湿度都会比较高。那上妆的方式呢，你可以使用你的指腹，或者是海绵，或者是刷具都可以，你就根据自己的喜好。那我今天就使用粉扑来做示范。这款粉底液啊，我觉得它的整体妆感偏薄透，而且我发现它虽然加了精油成分，但是你在上妆的时候，并不会觉得它很油，或者是它太过于滋润，反而是比较轻薄，就是干净的那种妆感。那我觉得它的小缺点就是它的遮瑕力相对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强，所以如果你本身瑕疵比较严重一点的话，还是要搭配遮瑕品。那上完粉底跟遮瑕之后呢，我们来做提亮。那我用的产品呢，是他们最新出的烛光聚焦气垫提亮笔，总共有出到6个颜色。我手边有的是最白的0.5跟1号，0.5是比较偏粉的色系，然后1是比较偏肤色系。那最特别的地方呢，其实它的笔头设计，你会发现它是做这种气垫海绵的笔头。那其实现在气垫底妆非常的红嘛，像从气垫粉饼开始，那其实接下来大家可以注意的是，这种气垫提亮笔会越来越多，因为它更加的方便，然后它能快速的去校正你脸上一些需要去提亮啊或是修饰的瑕疵。那根据提亮笔的肤色呢，你可以做2件事来去提升你脸上底妆的质感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如果它的颜色跟你平常遮瑕品差不多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拿来使用遮瑕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比你肤色稍微再亮1号，你可以去提亮你想要让你的脸上更凸起来，然后更有光泽的地方。那我们今天把重点放在提亮这个步骤，使用的是跟我肤色比较合的1号色，因为我个人肤色比较偏黄一点点。提亮的部位呢，可以在眼下这个三角处，还有鼻翼这边容易暗沉的地方，还有嘴角这个7字部位，甚至到整个下巴这边都可以做提亮。再来就是 T 字部位、额头还有鼻翼。上完提亮笔之后呢，你可以就使用一般的这种海绵，然后去把它轻轻的推开。推开之后呢，你会发现有提亮的部分，是不是看起来就是眼神会比较明亮？就像这边，我觉得眼下这边就还蛮明显，这里感觉是比较平面的，然后这边比较是有立体感，是因为它有强调就是提亮的区块，所以你整个脸的轮廓会比较明显。
接下来第3个小技巧呢，使用的是烛光聚焦亮彩饼。那它总共有出3个颜色，比较浅的这个是1号，然后这个是3号。那亮彩饼呢，根据它的颜色，其实也可以分成3种不同的使用方式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如果你选择跟你肤色最接近的话，你可以拿来就是全脸均匀的刷上去，然后有定妆的效果。那第2个呢，就是选择跟你肤色差不多，或者是比你肤色更浅一点的呢，你可以在 C 字部位，或者是你想要做提亮的地方呢，提升它的光泽感。第3个是，如果你挑的是比你肤色深一点点呢，这是我自己发现，就是你可以拿去做修容的效果。因为我觉得这个亮彩饼啊，它的粉质真的非常非常的细致，你们可以近看一下，它的颜色是非常的柔和的，然后你刷上去就会觉得它不会有很明显的颜色。当上在你脸上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真的有上的那一边，你的脸的质感跟妆感的确会比较做提升。那我就3种都来示范给大家看。那首先第一个定妆的部分呢，我使用的是1号的亮彩饼搭配这个魔力完妆刷。那魔力完妆刷呢，它的外形长得比较像是蜜粉刷，就是它的刷头底部这边会比较蓬松一点。它使用方式呢，就是直接在上面画圈，然后像是刷蜜粉刷一样，这样均匀的涂抹在全脸，让脸上有薄薄一层这个亮彩饼，其实就可以了。那我上完之后呢，发现它的粉质真的很细，所以你不会觉得妆感变得很厚重，它就是真的很薄透，所以我觉得很适合，就是如果你是干性肤质，但是你又想要有点微雾妆感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上这个亮彩饼，我觉得有还不错的效果。再来第2个呢，如果你想要拿来当做局部打亮，或者是你想要增加你脸上的遮瑕度的时候呢，第一个你可以先同样使用这个魔力完妆刷，然后沾取这个，因为我手边最浅就是1号，所以我今天就同样使用1号。那你一样是这样刷上去，在你的想要强调的 C 字部位这边局部的这样子提亮，那你就会发现这种脸上这块 C 字部位，脸颊苹果肌这边有没有就是一个光泽出来了？我觉得这光泽看起来就是会让你的气色变得更好，而且它的确有就是减龄的效果。那 C 字部位刷完之后呢，你也可以在 T 字部位做提亮。T 字部位一样就是这样子刷，把那个光泽集中在你想要打亮的部位。那我觉得它的小小的缺点就是因为它的粉质真的很细，然后它的珠光并不是很大颗的那种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很明显的光泽的话，你可能要多刷几次。但是我觉得它比较适合就是喜欢日常妆感，然后你不喜欢妆感那种光泽感太亮，然后像可能你要去上班上课，人家会觉得你妆很明显的人呢，这种亮彩饼就非常非常适合你。再来第2种，让你的底妆遮瑕力比较高一点呢，你可以换成这种密度比较高一点点的云夹刷。那同样是这样子画圈的方式，表面均匀的沾取亮彩饼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用画圆的方式强调你想要遮瑕的部位。比如说我想让这边的遮瑕力更高一些，那你就可以强调这边用画圆由内往外画圈的方式，那它的亮彩饼的遮瑕度就会稍微再强一点点。那这部分呢，我会比较建议就是如果你是混合性或是油性肌，你想要加强定妆效果，或者是你想要让你的持妆度更长一点的话，你就可以使用这个。然后你同样这边也会因为亮彩饼的光泽，让你的苹果肌看起来更蓬。第3种呢，就是拿来做修容。那修容呢，大家最常见就是希望可以有小脸效果，所以我今天一样是沾取这个3号比较深一点的亮彩饼，从下巴到耳朵下方这个地方呢，均匀的这样往上刷上去，然后越靠近脸颊这边，你可以范围大一点点。那你会发现它的一点点的阴影，可是并不会很明显，让你肤色会有很大的色差。那你刷到脖子也都没有关系，就是让它的颜色渐层感是比较自然的。这样子的修容呢，刚好就是跟你的打亮做一个对比，让你的轮廓就是想要凸的地方更明显，然后凹下的地方也会比较深邃。再来第4个打亮小技巧呢，就跟打亮本身也没有关系，但是大家可能很容易忽略的重点，就是如果你想要让你的脸看起来比较明亮、比较有神的话呢，务必选择一支就是可以让你气色看起来更好的唇膏。那我今天示范的是他们家的特务恋人唇膏
色号是 Boudoir， 它是比较有一点点葡萄紫、桃红色系的。那桃红色系呢，如果你不要选到就是它色调太冷或是太霓虹色，其实它是非常非常显白的一个颜色。所以说，除了你脸上的提亮小技巧之外呢，搭配什么样的唇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使用气垫提亮饼跟亮彩饼的 before after 的差别，很适合当你在画底妆，想要让你的妆感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呢，大家就可以把这些小技巧学起来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这次打亮小技巧的分享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那详细的商品资讯或是介绍呢，我有整理成图文部落格，我把链接放在下面，大家可以做参考。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呢，或是接下来想看什么主题，都一样非常非常欢迎，你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我非常喜欢就是跟大家有一些意见上的交流。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可以点这边，然后别忘了帮我们按个赞哦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